18那年，我成了少爷的通房丫鬟，他每夜都要我伺候。20岁，他要娶妻了，怕我恃宠而骄，他打了我30个巴掌，然后将重伤的我关进柴房，饿了3天3夜。他说：夫人温柔贤惠，只要你以后用心伺候她，她不会为难你的。少爷成亲那日，我的院子燃起熊熊大火，火熄灭后，小厮从废墟中找到一具女尸，一向温文尔雅的少爷竟癫狂地抱住那具女尸，吐出一口鲜血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坐上了离开京城的马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8岁那年，我被家里卖进了国公府，成了国公府大少爷院里唯一的丫鬟。这时，大少爷年仅6岁，母亲早亡，家中继母当家，他每日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受尽了搓磨，生得面黄肌瘦，严重发育不良。正所谓跟着少爷混，3天饿9顿，不过5天我就跟少爷一样饿得面黄肌瘦。后来我实在饿得受不了，就偷府中的鸡鸭做给他吃，也因此挨了不少的打，但好歹能吃个饱饭了。少爷也渐渐被我养得白白胖胖。2年后，少爷因为没有书读，每日郁郁寡欢，我只好钻狗洞翻墙出去，用自己的私房钱给他买书。少爷是个争气的，自小便博览群书，学富五车。就这样，我们相依为命了10年。我18岁那年，少爷16岁，他韬光隐晦多年，终于绊倒了继母，成了府中说1不2的世子爷。他被封世子那天，笑着问我：青露，你可有什么想要的？我原本是不叫青露的，我在家中排行第3，父母都叫我三花，但是少爷觉得三花不好听，就给我起了个青露的名字。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：少爷，奴婢要什么您都允吗？少爷点点头，淡声道：自然。于是我狮子大开口，跟少爷要了500两银子，脱离奴籍，然后出府嫁人。少爷沉默良久，问我：青露是有了心悦之人吗？我羞涩地点头。5岁的时候，我跟我们村的狗蛋说好了，以后要成亲的。他又沉默了许久，才点点头，温声道：我会帮你查。没2天，少爷告诉我，狗蛋已经娶妻生子，夫妻恩爱，父慈子孝，他身边已经没有我的位置了。我听后十分难过，足足哭了2个时辰，又萎靡不振了好几日。后来少爷实在看不过眼，就黑着脸陪我喝酒。结果第2日一早，我从少爷的床上醒来，整个人都傻了。最后我也没能出府，但少爷履行了诺言，给了我500两银子，又为我脱离了奴籍，而我则成了少爷的通房丫鬟。少爷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模样生得很好，对我也十分大方。说起来还是我占了便宜，我很快就从失去狗蛋哥哥的难过中走了过来。时间一晃，我已经给少爷当了2年的通房。少爷性子冷清，并不纵欲。2年来，后院只我一个通房丫鬟，1月之中大概来我这歇息10日，上1休2，倒也轻松自在。今天本是我的休息日，结果他差人来说今夜要过来。看在这位爷出手大方的份上，我虽心中不满，但仍旧爬起来，换上他最喜爱的粉色衣裙，又戴上他上次送的碧玉簪子，最后画了一个他夸赞过的清淡妆容，开门迎客。我在门口站了2刻钟，少爷才姗姗来迟。想来他对我的打扮十分满意，一进了院子，就拉着我的手就走进屋内，直奔床榻而去。那副急色的模样与以往判若两人。这一夜，少爷格外的卖力。结束后，他将我揽入怀中，轻声说：下月初5，我会与世子妃成亲，日后府中多了夫人，你莫要再像以前一样没规矩了。我眨了眨双眼，怔愣了下。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。我温顺地点点头。世子爷叹了一声，道：我派人打听过，徐小姐温柔贤惠，是个能容人的，你不必过于担忧，日后只要老实些，好好伺候她，她不会为难你的。最后，世子爷拍拍我的背，低声道：睡吧。
未来世子妃出自徐家，是少爷外祖家的嫡出姑娘，算是少爷的表妹。说来也巧，少爷的继母也是出自徐家，与少爷的生母是堂姐妹。国公府与徐家2倍的姻亲，倒是有缘分的很。第2日一早，未来世子妃徐小姐就来到了府中，接待的人是同样未出阁的2小姐。徐小姐很好奇世子身边的人，2小姐干脆叫了我过去服侍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小姐，就如少爷所说，她生得温婉大气，气质出众，瞧着就是个温柔贤惠的性子，跟少爷很般配。她冲我笑得很温柔，我想只要她不为难我，我应当会像少爷说的那样，好好伺候她。行礼过后，我就在旁边伺候她用茶，可就在她接过之时，不慎烫伤了手。千娇万贵的小姐惊呼一声，茶杯瞬间摔在地上，碎片溅起，割破了我的小腿。屋内一片慌乱，我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，甚至都顾不上腿上的疼。分明我倒的茶水并不烫的，可不等我解释，他身边的丫鬟就冲上来，一巴掌狠狠甩在我的脸上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这个下贱的东西，不就是瞧着我家小姐性子好，才如此不将她放在眼里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小姐好欺负，我可不是好惹的。”徐小姐忙说没事，替我求情。丫鬟的表情却更加凶狠。2小姐与少爷并非一母同胞，而是府中庶女，她生怕得罪了这位未来嫂子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就命丫鬟赏了我3舌嘴巴。少爷来的时候，我的脸已经被扇肿了，我腿上的血染红了裤腿，正在地上跪着。我想跟他解释，可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就径直朝着徐小姐而去。他眉宇间带着焦急，担忧道：“你可有事？”徐小姐红着双眼摇头，温柔地替我求情：“已经上过药了，这位妹妹应当不是故意的，你便饶了她吧。”这次少爷终于舍得给我一个眼神，可那冰冷的目光却是我从不曾见到过的。他沉声道：“让你受伤，便是他的错。来人，将他关进柴房，饿上3日，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放他出来。”被人压着出去之时，我下意识扭头朝着少爷看去。伺候了10几年的少爷，如今却叫我十分的陌生。他满脸失望，移开目光不肯看我。我又看向徐小姐，那双总是温柔无比的眸子中，此时闪过几分得意。我忽然明白了什么，原来这位徐小姐并不似传言中那样贤惠。就这样，我被关进了柴房。一向性子淡然的少爷难得的动了怒，府中没人敢管我，更没人敢求情。刚入府伺候少爷的时候，我跟着他本是挨饿惯了的，可这次不知为什么，竟有些扛不住了。再加上腿上受伤，脸被打肿，我第2日一早就发起了热，浑身难受的厉害。我求看门的嬷嬷想见见少爷，可他似乎对我失望极了，说是要让我长一长记性，并不肯见我，更不肯给我送些吃食。第2日晚上，我已经浑身烫得厉害，脑子也不太清楚了。恍惚间，我总是梦到刚进府的时候，跟少爷一起挨饿的日子。我梦到刚6岁的少爷看到我递给他鸡腿的时候，那双亮晶晶的眸子。他当时啃着鸡腿跟我保证：“青露，以后只要有本少爷一口吃的，就不会叫你挨饿。”我还梦到我偷鸡被抓，被打了20个板子，脸色惨白地躺在床上，险些没挺过来。少爷眼圈微红，抓着我的手说：“青露，等本少爷有钱了，一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，不再受一丁点的委屈。”傍晚的时候，我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门被吱呀一声推开，我下意识出声道：“少爷，是你吗？”还好他没忘记当初说的话。可下一刻，门口传来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：“青露姑娘，是我。”我怔住，原来不是他啊。人人都说少爷聪颖过人，过目不忘，没想到他也有记性差的时候。来的人是少爷身边的护卫萧逸，我以前并未跟他有过交集，他大抵是瞧着我可怜，趁着夜晚没人注意，给我送来了被子与吃食，还送了一碗驱寒的汤药，
跟止血消肿的药膏。若不是有他相助，或许等不到少爷成亲那天，我就已经死了。自从这日后，萧逸总是在暗中照顾我，我的身子很快就恢复好了。在柴房之中被关了整整10日后，少爷这才消气几分。他叫人将我送回了住处，然后禁了我的足，让我闭门思过。当然，禁足的这段时间，我也不能闲着。少爷命令我为未来世子妃抄佛经祈福，弥补我前几日的罪。我抄了半个多月的佛经，一直到少爷成亲的前1日，他终于肯见我了。算一算，我已经1个月没有见过少爷了。他眉目凌厉，看向我的目光中满是失望与不喜，让我觉着陌生极了。他仍旧对我伤了徐小姐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一进门就脸色阴沉地问我：青露，你可知道错了？我没有说话，而是看着他的脸没有说话，而是出神地想，少爷已经厌烦了我，未来世子妃又是个不能容忍的，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几日我清点了我的银钱，这些年少爷还算对我不错，给了我3000多两银子，够我吃喝不愁一辈子了。世子爷身份尊贵，哪里受过这样的冷待，还是个上不得台面的通房丫鬟，给他甩脸子。他十分不悦，冷着脸道：以前是我太娇惯你了，竟让你这般不懂规矩。世子妃性子温和，不与你计较，若是换成旁人，就是我也护不住你。如果再有下次，我绝不轻饶。最后他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这几个月我都不会再来看你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久久没有言语。这次就要了我半条命，下次是想直接要了我的命吗？第2日就是少爷娶妻的日子，外头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我这一小方天地却清冷得厉害。忽然门被吱呀一声推开，就见萧逸走了进来，一言不发地站在我旁边。我笑了一下，拎起包袱对他甜甜笑道：狗蛋哥哥，前几日多谢你了。萧逸面颊微微泛红：三花，你不用跟我客气的。他道：是的，萧逸就是我的狗蛋哥哥，他并没有娶妻生子，这些年他一直在找我，打听到我的下落后，他就进了国公府。不巧的是，那时候我已经给少爷当通房丫鬟了，他没告诉我他的身份，而是在府中当起了护卫。直到前些天，我在柴房里头奄奄一息，他不眠不休地照顾了我许多天，我才知道他就是我的狗蛋哥哥。狗蛋哥哥说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他会带我一起走，所以我们约定好了，今日一起离开。我本就是伺候人的通房丫鬟，如今失宠又被禁足，身旁更没有了伺候的人，且这地儿十分偏僻，很少有人过来。因着我被禁足，院子门上又被铁链子拴着，只到了饭点儿，才会有人打开铁链子，将冷冰冰的残羹剩饭丢在门口，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我这里发生了什么。天色渐沉下来，我带着面纱从墙头爬了下来，然后掸了掸身上的土。不知是不是巧合，这次少爷将我禁足在了我们最开始住的那个小破院子里。这墙我早就翻习惯了，轻车熟路。萧逸在我后面，身形矫捷地翻过了墙。我最后看了一眼国公府，就抬腿上了萧逸早就准备好的马车，对他轻声说：走吧。萧逸没说话，翻身上了马车，抬手一鞭子，一道马鸣声响起，马车渐行渐远，最后走出京城大门。我想，少爷如此爱戴世子妃，2人成亲后定能够琴瑟和鸣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至于我这个不讨人喜欢的通房丫鬟，他应当很快就会忘记了吧。我们离开京城后，我被禁足的小破院子逐渐起了火。起初火势很小，由于今日是世子爷大婚的日子，大多数人都去前头忙活了，再加上这地儿本就偏僻，鲜少有人来，火一直烧了2个时辰，竟都没人发现。渐渐的，火势越来越大，燃起了漫天的火光，这才终于引起了府中人的注意。可这个时候火势太大，扑灭已经很困难了。更恰巧的是，世子爷这会儿正在洞房，
小厮小心翼翼地敲门禀告：世子爷，青鹿姑娘她。新房之中人影一顿，随即传来世子爷压抑着怒意的声音：他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看来这些年是我把他惯坏了，谋害主母，擅妒争宠，简直无法无天。滚出去！他的事情不必再禀告，若是他敢闹，就绑起来打一顿板子。小厮被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话没说完就被撵了出去。但是火越来越大，又不能不管，于是只好又将这事儿禀告给了如今后宅管事的二小姐。二小姐本就怕得罪新嫂子，如今一听又是因着我的事儿，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嫌恶地骂道：火这么大，这个丧门星估计早死了，早不死晚不死，非要这个时候死，真晦气。左右兄长也对这个丫鬟没什么感情了，也不必再浪费时间去救火了，明日一早再去收拾吧。于是大火足足烧了一天一夜。第二日清晨，整座小院都已经烧成了灰烬，国公府的下人们这才去打扫。很快就有小厮从里面找到了一具被烧得面无全非、不堪入目的女尸。因着世子爷昨夜动了怒，所以也没人敢去禀告他这事。眨眼便到了中午，世子爷与世子夫人给国公爷请安之后，就回了住处。主母进门，我这个通房丫鬟是要去给主母请安的，结果二人左等右等我都没有去。世子爷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世子夫人还是那副温婉的模样，轻声安抚道：想来是妹妹还没起来，以往夫君都在她身边，如今多了我一个人。她长叹一声，又道：妹妹心里本就不高兴了，夫君可千万不要与她置气，以免伤了你们二人的感情，我再等等便是了。此话一出，世子爷的脸色登时难看至极，眸光中都带了几分冷意。他沉声开口：来人。小厮忙不迭地进来，跪在地上，爷有何吩咐？世子爷压抑着怒气：青鹿人呢？怎么还没来请安？屡次不敬主母，简直不像话，立刻将他押过来掌嘴。世子夫人微微蹙眉，摇头叹道：夫君消消气，妹妹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待会儿可千万不要冲着她发脾气。世子爷长叹一声，拉住世子夫人的手，温声开口：你总是这样善良贤惠，才会惯得她这样无法无天，不懂规矩。这次让你受委屈了，今日我一定好好处罚青鹿，给你出气立威。世子夫人忙摇了摇头：夫君。世子爷打断他：你不必再劝我，我主意已定。说完，世子爷冷冷地看向小厮，呵斥道：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将青鹿绑过来！小厮脸色惨白，跪在地上忙磕了2个头，这才吞吞吐吐地开口道：世子爷，青鹿姑娘她已经死了。世子爷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无比，很快他就冷笑一声，笃定地道：是他让你这么跟我说的？如今他真是出息了，为了争宠，居然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来。世子夫人忙劝道：夫君消消气，妹妹年纪小，又伺候你多年，偶尔使点小性子也在情理之中，她不愿意来，日后请安的事情便算了吧。世子也闻言，面色阴沉如水，眉眼间也是尽是失望。他彻底没有了耐心，用力一脚踹在小厮身上，怒道：本世子命令你立刻将他绑过来。小厮的脸瞬间煞白，他吓得一边用力磕头，一边哆哆嗦嗦的道：爷，就算借奴才800个胆子，奴才也不敢骗您啊。青鹿姑娘住的地方昨夜起了大火，如今整个院子都被烧成了灰烬。小的还在院子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想来那就是青鹿姑。小厮一边说，一边偷偷去看世子爷的脸，就见世子爷的脸色从一开始的阴沉，逐渐变成不可置信，最后惨白一片。他吓得腿都软了，声音也越来越小。最后话没说完，人就被世子爷一脚踹飞。世子爷双眼猩红，怒吼道：简直一派胡言！青鹿怎么可能会死？本世子不相信，一定是你跟青鹿联合起来骗本世子的。2个混账东西，敢骗本世子，我绝不轻饶！小厮从地上爬起来，用力在地上磕头，哭着求道：世子爷恕罪，世子爷恕罪，奴才不敢骗您啊！
世子爷眼睛红得厉害，他冷笑一声：“我倒要看看青鹿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！滚开，没用的东西！本世子这就亲自去绑他。”说完，他跌跌撞撞地出了院子，朝着我们的小破院子走去。此时，二小姐正在那儿指挥着下人收拾残局。看到世子爷过来后，她连忙迎上来，一脸嫌恶的道：“兄长，你也听说这件事了？是哪个多嘴的东西说的？在你大喜的日子还要去叨扰你？这个青鹿也是，早不死晚不死，非要挑你大喜的日子死，简直晦气！我本不想叫下人告诉你的，省得你知道心中膈应，没想到还是叫你知道了。青鹿这个贱人，真是死了也不安。”话没说完，世子爷就一巴掌用力甩在二小姐的脸上。他双眼猩红的怒吼道：“住口！简直胡说八道！青鹿不会死的！”二小姐被世子爷扇了一个踉跄，险些摔倒在地。她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看向世子爷，可世子爷并没有看她，而是被眼前烧成废墟的小院吸引了目光。他紧紧攥着拳头，目光急切地四处看。他似乎在害怕着什么，呼吸都轻了很多。最终，他的目光还是落在了地上面目全非的女尸身上。瞬间，他的面色惨白如纸，双手也开始颤抖。他不可置信地睁大眸子，跌跌撞撞地扑到女尸旁。女尸的手已经烧得只剩下森森白骨，但却仍旧死死攥着一只碧玉簪子，正是他送给青鹿那个簪子。青鹿很喜欢，每日都戴着。世子爷看着那只熟悉的簪子，竟硬生生吐出一口鲜血来。周围的人俱是一惊，忙焦急道：“世子爷，兄长！”世子爷顾不上嘴角溢出的血，扭过头怒吼：“闭嘴！你们吵到我的青鹿了！”说完话，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具女尸抱在怀中，轻轻抚摸着女尸被烧焦的脸，像是生怕惊扰了那具女尸一样。他声音低低的：“青鹿，别睡了，醒醒好不好？是我的错，我以后都不会罚你了。青鹿，你睁开双眼看看我，别吓我了好吗？”说着说着，世子爷声音渐渐哽咽，最后抱着那具女尸痛哭出声。旁边不远处站着的二小姐、下人，还有跟着一同而来的世子夫人，全都怔怔地盯着这一幕，表情各异。后来，世子爷始终都不肯让那具女尸入土为安，他死死地抱着那焦炭一样的女尸，足足抱了3天3夜，直到那具女尸开始渐渐腐烂，他才像是恍然大悟一般，将那具女尸抱出了房间。世子爷抱着那具女尸来到烧成灰烬的小院中，周围遇见了不少仆从，他们全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，一声都不敢吭。世子夫人这些天一直在旁边陪着他，今天也是，他跟着世子爷来到小院，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将女尸放在旁边，然后跪在地上徒手挖土，看着他挖了几个时辰，直到挖的双手都染上了血色。世子夫人哭了许久，最后终于哭晕了过去，被人抬了回去。而世子爷也终于挖好一个坑，他动作轻柔地将女尸放在坑中，一点一点地将她埋了。听说后来世子爷大病了一场，至于二小姐，则是被剥夺了管家权，然后被草草地嫁出了府。而她的夫君是个家徒四壁的穷秀才，世子夫人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世子爷许久许久，他的身子这才逐渐好转。渐渐的，我与狗蛋哥哥离京城越来越远，我也很少再听到关于世子爷的消息了。几个月后，我们终于到了南方的一个小镇中。虽说这里离着京城很远，但是十分富足。我盘下了一个店面，开了一家小餐馆。从进了国公府那天，我的目标就没有变过，自始至终都只是吃饱饭而已。日后应当不会再挨饿了。狗蛋哥哥则是在隔壁开了一个武馆，成了一个武师傅。时光如驹，岁月如梭，很快我们已经在这个小镇里生活了3年。我的小餐馆生意蒸蒸日上，狗蛋哥哥武艺高强，武馆的学生也越来越多。小镇中的人都说，小餐馆的漂亮老板娘跟旁边的武师傅是一对。那年春天，小镇里的媒婆来替狗蛋哥哥向我提亲，我没收聘礼，而是亲自去寻了他。他看到我后，涨红了一张脸，
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。我轻声问他：“狗蛋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以前……”他忙打断我的话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说：“三花，我只记得我们幼时就约定好了，长大是要成亲的。至于以前那些，我都不在意的，我从没想过要娶旁人。就算那时进了国公府，得知你做了世子爷的通房后，这想法也没改变过。当时我原本是打算在那府中陪你一辈子，都不叫你知晓的。可没想到，老天还是给了我一次机会。别拒绝我，好吗？”我答应了狗蛋哥哥。我们的婚期定在了下月的10月初8。他傻笑了半天，然后请了武馆里所有的学生来我这吃饭。学生们闹成一团，笑嘻嘻地喊我师母。我跟狗蛋哥哥不约而同地红了脸，然后我就发起了愁。今日的时刻实在多了些，我忙了许久，最后将狗蛋叫进来一起帮忙。我气得狠狠掐了他2把。花钱请吃饭，还要自己忙活，这憨瓜干的都叫什么事儿？狗蛋哥哥也不恼，只是看着我笑。而这时，京城那边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听说扯出了一件很大的案子，陈国公与徐家都牵扯其中，统统进了大狱，择日处斩。可因着陈国公府中的世子爷在查这件案子中立了功，十分得皇上的赏识，并没有被牵连到。听说陈国公与世子爷的外祖舅舅被处斩的那日，统统对着世子爷破口大骂，恨不得将他这个不孝子孙掐死。世子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有的亲人被处斩后，就彻底消失了。这是让老百姓唏嘘不已，竟渐渐传到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小镇里头。狗蛋哥哥听后，板着脸沉默了许多天。我连着给他送了2日的鸡汤，他才又恢复了以前的模样。很快就到了10月初8这日，狗蛋哥哥跟他的学生们浩浩荡荡地来到我家，将我抱上了花轿。正要夫妻对拜之时，门口忽然出现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，不知是不是赶路赶得很了，他脸色白得厉害，一踏进屋内，看到这幅场景，身子就晃了晃，然后急声道：“且慢！”刹那间，屋内一片寂静，我动作也是一僵，那道熟悉的声音叫我心头微微发紧。我察觉到旁边狗蛋哥哥的呼吸都有些急促，宾客们在不满地吆喝：“你是什么人？闹事的赶紧滚出去，别逼我们打人！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？我们武师傅可不是好惹的，小伙子，快走吧，别待会儿挨了揍。”那人一言不发，直直地立在门口。尽管隔着红盖头，我依旧能感觉到那道灼热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叹息一声，掀开红盖头，然后就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。我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滋味。世子也瞧着瘦了，也憔悴了许多，那张脸白得没什么血色，看起来有几分可怜。哪怕被狗蛋哥哥的学生推攘，他也执拗地不肯走，只直直地盯着我。看到我摘了红盖头以后，他双眸微微泛起红色。他声音低低地说：“真的是你，还好，你还活着。”我怔愣了许久，才对着周围不满的人笑了笑。抱歉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兄长，刚寻来就得知我成亲的消息，一时之间有些接受不了，我与他说2句话。说完，我看向狗蛋哥哥，轻声说：“狗蛋哥哥，等我回来。”他低低地应了一声。我跟世子爷去了隔壁屋子，他看着我，眸中似乎有千言万语。他好像又变成了那个我所熟悉的少爷。青露，我原先以为你真的不在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用力攥着拳头，额角青筋冒出，似乎有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。我轻声说：“少爷，你就青露死了吧，我现在是三花。”他蓦地红了眼眶：“青露，我是有苦衷的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”我轻轻笑了下，说：“少爷，你是想说老国公跟徐家人害死了你的娘亲，还想害死你？你娶徐姑娘不过是为了复仇吗？还有，你当初那样罚我，也是为着保护我，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你的软肋，让徐姑娘知道你不在意我，这样他们才不会伤害我，对吗？”少爷表情一怔，我继续笑了笑，道：“对了，还没恭喜少爷大仇的报，你终于自由了。”半晌后，他才苦笑一声：“那你呢？”我说：“
我早就自由了。少爷，青鹿已经死了，如今这世上只剩下三花了。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，我像是我们还小的时候一样，跟他分享我的喜悦。少爷，我找到我的狗蛋哥哥了，就是今日要跟我成亲的那个，你会祝福我的，对吗？他沉默了良久，才轻轻地点点头。我笑盈盈地说，以后你也会找到你心爱的姑娘的。他摇摇头，低低地说，找不到了，我已经弄丢她了。少爷来得匆忙，走得也很匆忙，甚至都没来得及喝一杯我的喜酒。我盖上红盖头，重新回到狗蛋哥哥的身前。他双眸微微一亮，然后露出一个憨憨的笑容。小镇中民风开放，百姓淳朴，见我的兄长忽然走了，也没说什么，而是起哄让我们赶紧拜堂。狗蛋哥哥被灌了许多酒，半夜时候才被放回来跟我洞房。他抱着我傻笑，三花，你终于是我娘子了。同年我有了身孕，5个月的时候，我的身子已经很重了。狗蛋哥哥说看着我的肚子揪心，不肯再让我一个人出门。很快诊脉的大夫就告诉我，我怀的是双胎。我生产之前，小镇里头来了许多的稳婆，他们说是逃荒过来的，听说我家有孕妇，便赖在我家不走了，说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就行。他们一直等到了我生产那天，一胎生2个，尤其是老大是个小子，个头不小，我生得很困难。那些个说穷困潦倒逃荒来的稳婆们，竟是拿出了一根千年人参，塞进了我的嘴里，为我吊住了一条命。后来我生下了一儿一女，老大是儿子，眉眼生得他爹一样，身材也像，刚出生就是5大3粗的。老二是个姑娘，生得像我，白白嫩嫩的，十分秀气，个头也小了许多。孩子被抱出去后，狗蛋哥哥抱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说以后都不生了。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，勉强抬起手摸了摸他的头，似乎有所感应一般，我抬头朝着窗户边看过去，熟悉的人影一闪而过，我眨了眨双眼，那道人影就彻底消失了。我想，刚刚可能是累坏了，居然都开始眼花了。看了一眼我的孩子们，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之时，那些个稳婆全都告辞走了，他们留下了许多昂贵的药材给我补身体。他们说，这才药材是为了感谢这段时间的收留。他们逃荒到这里，身无分文，穷困潦倒，多亏了我给他们口饭吃，他们无以为报，身上只剩下这么点药材了，希望我们不要嫌弃。不等狗蛋哥哥拒绝，他们就全都麻溜地走了。我笑了笑，说留下吧，不必去追了，就当是我这么多年照顾他的报酬吧。番外，老大从小跟他爹习武，16岁那年留了一封信，就离家出走，跑去参军了。他爹暴跳如雷，恨不得将他的腿打断，可惜找不到人。半年后，老大寄了一封家书回来，他说他在军营之中得到了大将军的赏识，2人都是放着家业不要，从家里跑出来的，因此一见如故。大将军当天就收他为了义子，与他喝了一夜的酒。他还说大将军比他可有魄力多了，他不过是不想继承爹的小武馆，大将军可是连国公爷都不当，偌大的家业都放弃了，就独自一个人跑来参军了。军营里头的人都说大将军打仗不要命，硬生生从一个小兵成了当朝大将军，敌军连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。大将军还总说自己已经没了亲人在世，更没有在乎他的人了，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，能够战死沙场，是他最好的归宿了。老大在信中说，大将军哪里都好，就是每次跟他切磋的时候，都会往死里揍他，活像是他抢了他娘子一样，导致每次被他指点完，自己都要在床上卧病几日。他心里不爽了许久，不过最近他想明白了，大将军应当是为了磨练他的意志，所以才这么用心教导他的。他一定要更加努力，不能辜负大将军的一片苦心。最后他让我跟他爹不要记挂他，他的目标是成为大将军这样的英雄，不会回来继承他爹的武馆，更不会回来跟我当厨子。让我们死了这条心吧，等他成了大英雄，光宗耀祖了，就接我跟他爹去京城过好日子。我看完了这封信后，
沉默了良久，才笑着骂了一句：“兔崽子！儿子不成器，不能继承家业，只能交给姑娘了。”狗蛋哥哥总说女儿武艺学得好，以后能当个女师傅，接管他的武馆。我也觉得挺好，女儿武艺高强，日后嫁了人也不会受委屈。想着，我赶紧起身，朝着武馆的方向走去。今日得让狗蛋哥哥多训练女儿一会儿，等臭小子回来，他妹妹就能替我们教训他了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